哒哒，菲律宾免签啦！如果你喜欢玩水，又想用便宜的价格享受顶级的果冻玻璃海，那薄荷岛简直就是梦中情岛啊！这里不仅可以潜水玩到爽，还能野到在山里当猴子。提到菲律宾，我知道很多宝子肯定关心，这里安全吗？便宜不便宜？到底值不值得去？这么说吧，在东南亚的海岛里，比它美的没有它便宜，比它便宜的没有它好玩。这一次，我和先辈用5天4晚的真实游玩体验，整理成这一份超全、超详细的薄荷岛加西岛攻略。我们会从行前准备、路线规划、吃住行推荐到避坑干货一次讲清楚。想去的宝子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，嫌视频太长的宝宝可以按画面中的时间线拖动查找相应的攻略，也可以搜索我这一篇省流版的图文笔记哦。视频最后也会附上我们这次旅行的费用清单，供大家参考。先来说说出发前要做哪些准备，这一趴很重要，宝子们注意做好笔记哦。第一，虽然现在菲律宾是免签了，但现在我们拿中国护照只能从马尼拉和宿务2个机场才可以免签入境，而且薄荷岛没有直飞国内的航班，所以咱们至少要中转1次。网上有很多攻略说可以先飞宿务，再换乘轮船去薄荷岛，但那个换乘真的很折腾。所以我不太建议，我们俩建议从这2个机场中转1次，终点直接落地邦劳机场，这样相对折腾最少，也最省时间。鱼丸小 tips。出发前3天一定要在 eTravel 上申报入境信息，网址我放这儿了，而且记得一定要打印好全部往返机酒订单。这个真的很重要。菲律宾海关入境就跟抽麻盒一样，像我就被反复盘问了好几遍，但先辈却丝滑秒过，这个就很看运气了。第二，宝子们出国旅游就不要再问能不能用支付宝、微信了。菲律宾基建落后不比咱们国内，尤其是薄荷岛，还是现金为王，很少有店铺支持刷卡或者电子支付的。所以你想玩得舒服，就一定要备好现金。最划算的方式是提前在国内中行预约，换好比索。我们2个人这一次一共换了4万比索，结果回国还剩1万比索没花完。宝子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，按照1个人每天3000到4000比索的预算来准备就够了。第三，最后说一下老生常谈的安全问题。我知道因为国际关系和历史原因，咱们都非常关心自己在当地的旅行安全。薄荷岛是成熟的旅游区，所以整体上是很安全的，中国人和老外满大街都是，不用太担心人身安全。但是注意这个但是，安全不等于一些人口中的民风淳朴哦，不代表你可以无脑信任所有人，当地还是会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小黑，想方设法坑旅客的钱。我们这一次就中招了，后面会详细说，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心去，但记得要擦亮眼睛。先上地图，宝子们截图保存一下。如果你假期比较长，可以走一个宿务大环线，这样可以把周围几个岛都一次性玩了。但我们因为5·1时间有限，所以只玩了薄荷岛加西基霍尔岛小环线。但光这2个岛我们就已经玩得非常开心了。不得不说，薄荷岛的道路基建真的很拉垮，和巴厘岛有得一拼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在这里，你甚至还能看到人工红绿灯。这是人工红绿灯，那边应该是有个绿色的旗，他们应该会有，你看对讲机。这个真是太原始了。果然，你看它是个绿色的旗。游客在岛上出行基本就3种交通方式。如果你是喜欢 DIY 的性价比玩家，可以在当地租一辆摩托车，价格通常在350到500比索1天，不过油费要另算。如果只是普通的点对点出行，在意乘坐舒适的宝子，我们最推荐 Grab 打车。虽然价格稍贵，但胜在很透明，轿车司机不会乱要价，而且还能绑定支付宝付款，是最省心的。岛上突突车最多，但其实我们最不推荐这个，因为找到一个靠谱的司机完全凭运气，而且他们很会看人下菜碟，有些
报价甚至比 Grab 还贵。如果实在要打突突，记得一定要提前谈好价格，并且准备好零钱。岛上核心区就在靠近阿罗纳海滩那个麦当劳附近，基本上你要玩的各种项目的集散地，餐厅、酒吧等等都集中在这里。找酒店可以以麦当劳为圆心来挑，我们这一次分别住了2家。第一家 Fun Hotel 真的不推荐这一家，虽然它离麦当劳还算近，但房间的配置就是国内招待所的水平，关键是服务也很拉垮呀。我们提前预定了接机，结果当天竟然接错人了，而且我们连住2天都没换过房，服务员白天也漏了打扫房间卫生。最烦的是每天早上还要被鸡吵醒，也是醉了。第2家大名鼎鼎的 BBC 非常推荐，房间是老前锋的装修，附带的自助早餐品质也很不错。最加分的是酒店独享一整片白沙滩，你甚至可以直接从沙滩走到海里岸潜，水下就能看到巨多的珊瑚和热带鱼，还有数不胜数的海胆和海星。如果你水性好，甚至可以直接下去捞海胆上来吃。唯一缺点就是离核心区比较远，出入需要打车，但冲着这片私人海滩，我觉得完全值得。来薄荷岛主要都是玩水，我们第1天就去了帕米拉坎浮潜。5一假期的巴里卡萨人多到炸裂，所以我们直接放弃，选了人更少、风景更美的帕米拉坎。没想到第1天就给我来了一个天崩开局。我们是出发前在小红书上找了拼船搭子，同行的小伙伴提前2天找了阿罗纳海滩附近的一家店，对，就是这一家。跟视频开头的那个小黑谈妥了3500比索，预定了去帕米拉坎的船，并且付了500块钱定金。结果出发当天早上，这个小黑直接玩失踪，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。等我们找到他店里对峙的时候，这哥们又借口说船的引擎坏了，临时坐地起价，要多加1000比索才肯开船。因为团友第2天就要回程，而且当天也没有时间再找空船了，最后迫于无奈只能被宰，真的很影响游玩的心情。鱼玩小 tips， 在菲律宾找小黑一定要多比较几家，最好网上多搜一下口碑和避坑小黑，实在不行也可以让酒店帮忙预定，千万不要提前交定金，否则出了问题根本投诉无门。不过我们还算幸运，虽然遇上天崩开局，但我们去程路上居然追到了海豚，算是弥补了一下受伤的小心灵。2条，哇，就在我们前面。然后那边也有。对。哇，好近！哇呀，就在我们前面。哇，天哪，天哪，就在我们前面。Oh my god！ 哎，好像我越过去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太幸运了。太幸运了！言归正传，说回帕米拉坎，这里真的太美了。来，你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玻璃果冻海的质感。我坐在船上，甚至都能用肉眼看到水下的小鱼。阳光、蓝天、白沙滩，我愿称之为浮潜天花板。这里没有上岛费，一共有3个潜点，每个潜点每人300比索，自由选择。岛上会有小黑潜导用小木船带你划过去。我们去了2个潜点，一个是看海龟，一个是看珊瑚花园。强推珊瑚花园，真的巨美。我以前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多5颜6色的珊瑚，而且这些珊瑚距离海面超近的，感觉伸手都能触摸到。你还能看到小丑鱼尼莫和各种小鱼群在珊瑚间来回穿梭，真的美哭了。
的前导还在海底捞了一个巨大的海星给我们拍照，真的建议大家带个运动相机过来，我的手机渣画质拍不出1/10的美啊。第二天去纳帕里浮潜加体验潜，不会游泳的宝宝福利来了，这个潜点对新手来说可能是最友好的了，它就在岸边，走过一段楼梯可以直接下水，安全系数比较高，建议早上7点之前来，这个时间段人最少，而且海水最清，过了10点以后人又多水又浑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全年早起的 quota 都是在薄荷岛用完的。这里的门票加环境费是400比索一个人，救生衣150比索一件，全程会有一个小黑潜导带你游，大约40分钟左右。这里的水下世界也很精彩，珊瑚和鱼群很有看点。如果是深潜的话，还能看到标志性的大裂缝，非常出片。而且这里即使不会游泳，也可以做体验潜，2000比索一个人，人多还可以砍价。我们因为排队久，下午要赶去西岛的船就没玩上，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悔呢。第3天，陆地包车1日游。如果你不想玩水，那薄荷岛陆地上的景点也值得解锁一下。我们是提前预约了一辆突突，早上直接从西岛返回塔比拉兰码头，开启1日游。实际玩下来，感觉有些景点值得去，有些其实可以跳过。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宝子，可以直接抄我们这一条路线。第1站巧克力山，虽然开突突过来要开2个小时，颠得我屁股都麻了，但作为薄荷岛的标志性景点，还是要安排上。主打一个来都来了。我们去的时候天气超好，现场看到成群像抹茶巧克力一样的圆锥小山丘，还是挺治愈、挺出片的。不过你要说这里有多震撼吧，也不至于，但它确实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独特地貌。第2站眼镜猴公园，这一站你一定要来，因为全世界只有这里才能看到这独一份的大眼萌物。小小的眼镜猴，巴掌大的身体，顶着2颗不成比例的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现场看真的会被萌化。这确定不是外星生物吗？因为它们天生胆小，所以整个园区不能使用闪光灯和大声喧哗，我们也只能是在心里尖叫。第3站洛伯河 Zipline 滑索，我们去的这家定位在这里，他家是往返一次回到起点，2个人可以系在同一个滑索上一起飞。我俩沿着钢索从高空飞越洛伯河，脚下就是一片片热带雨林，那种在空中翱翔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太刺激。第4站 Demontagan Hills， 强推这个小众免费景点，小众到连我们本地的突突司机都说自己没来过。不过上山的路真的非常稀烂，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有多难走。我真的很佩服我们这个司机，走山上走这种路，旁边就是悬崖。但相信我，山顶的景色完全值得。这里可以俯瞰薄荷岛的全景，山上有14个标志性的十字架，分别对应耶稣受难的14站故事。谁懂这个救赎感？最有趣的是，我们上山途中偶遇一只小狗，像向导一样给我们带路。他在给你领路，你看，对啊，有啊，来了，跟来了。一直跟着我们，护送我们到十字架，一步一跟随。对，这里我们建议下午4点到5点半之间来，这个时候光线最好，拍照会非常出片，蹲一场日落也会很有氛围感。第5站皮划艇看萤火虫，如果你在晚上7、8点的时候回到洛伯河，还可以解锁一个特别的体验。看萤火虫有很多家，我们去的是这家店，1200比索2个人，全程大约2个小时。会有一个小哥带着你一起滑。说实话，萤火虫我只是小时候在农村见过，长大之后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。这一次我们在满天繁星的背景下，看到有一整棵树被密密麻麻的萤火虫包围的时候，真的是激动到说不出话来。原谅我的手机拍不出这个暗光画面，但我们现场真的体验感拉满了。唯一要注意的是蚊子巨多，一定要带好防蚊喷雾。西岛在菲律宾本地都算是一个小众海岛，但这里却是我们此行最惊喜的地方。去西岛一定要提前在 OceanJet 官网买票。西岛往返薄荷岛的班次少，船票真的很紧俏。
说到坐船，真的不得不吐槽一下，在这里各种收费名目让人猝不及防啊！我们现在在这个塔比拉兰的码头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得不吐槽，我们是打突突从那个邦劳岛那边过来，门口有一个保安会收我们停车费，大概就是12比索，12比索。然后呢，进到这个码头的它那个 terminal， 在进门之前你要再先买。还有一个叫 terminal 费，就这个东西，每人30比索。我们以为当时我们交了12块钱，那个就是进门的费嘛，但是不是，那个只是停车费。好了，这个还没完，进门完了之后，我们是去做那个 check in 嘛，就是换那个船票嘛，因为我们提前在网上买。再进来完了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柜台。行李。对，因为我们有2个箱子，那每个箱子就收100比索。所以 total 从进来这个码头开始到现在坐在候船室，我们就已经花了272比索了。这个钱不多，但是它分了3道的手续，再加上我们的船票，就收了4次的费用，就让我们觉得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去过这么多的国家，还没有遇到过因为坐一个交通工具要被收取这么多繁杂费用的情况。这个吃相属实有点难看了哈。酒店我们在西岛住的是这家，他家是独栋小别墅连在一起，貌似只有4间房，还带有一个小花园和小泳池，房间装修也是走的田园野趣风，比较干净卫生，整体性价比挺高的，服务员也很热情健谈，推一个。不过刚到的晚上，我们就感受到了西岛的基建比薄荷岛更差。我们在这儿吃饭，吃到一半突然停电了，我感觉这些服务员好像都很从容，这种事情应该发生了不止1次了。真的比我老家的农村还要更村一点。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再包突突了。西岛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租上一辆小摩托，开启自驾环岛游啊！我们是直接在酒店租的，400比索一天，实测跑完1圈下来，加200比索汽油，完全够用了。不知道在西岛怎么玩的宝资，可以截图保存这张地图，直接照抄我们这一份逆时针环岛路线。环岛第一站悬崖公园，这里就是一处面朝大海的天然悬崖，崖壁上修了一段楼梯，可以直接通到悬崖下面的跳台玩跳水。我们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纵身一跃，这里提供无人机航拍服务，可以在最高的跳台上拍出南法风情。不过我们去的时候人太多了，排队要2个小时，所以草草逛了1圈就放弃了。旁边有个悬崖机位，给小黑一点小费，可以让他们帮忙拍照或者拍视频，没在这里玩也不用可惜，后面还有更好玩的地方。第2站秘境瀑布，这是一个几乎没什么游客的宝藏秘境，我们也是误打误撞来的。刚走进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哇塞住，这也太像塞尔达了吧！瀑布比较 mini， 可以直接爬到岩石顶上，下面是一个小水潭，像牛奶湖一样很清澈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整个瀑布就几个人，想怎么跳就怎么跳，简直就像私人承包了一样。如果你喜欢安静人少、原生态的地方，那你一定要来这里。第3站老树余寮，个人觉得这是整个岛上最无聊的一个景点了，玩累了来这里歇歇脚。泡泡水还行，赶时间的话可以直接略过。第4站拉兹教堂，这是一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教堂，也是菲律宾的国家文化遗产，整体是用珊瑚石和原木搭建而成的。基本骑到这里也差不多到中午的饭点了。对建筑和宗教历史感兴趣的宝子，顺路可以进来打个卡拍拍照。第5站树藤跳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景点就是整个西岛的灵魂，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来。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在山里当猴子的视频，都是在这里拍的，真的超好玩。可能来的中国人比较多，一进景区，小黑们就会用熟悉的中文冲你喊，来都来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教他们的。当我们走下台阶，看到那些连成一片的 Tiffany 蓝牛奶瀑布，光是这个风景就感觉已经值回票价了。树藤跳台一共分3个等级，3米、5米、8米，每个高度50比索一个人，可以跳无限次。第一次跳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，管它3七21，荡到湖面最高点的时候，松手、闭眼、捏鼻子、落水，一气呵成，很刺激又非常解压。建议先从最低的3米开始来逐渐适应，相信我，跳完1次之后你会彻底上瘾。
不会游泳的宝宝也不用害怕，可以像我们一样现场租个救生衣，100比索一件，记得一定要穿涉水鞋。湖底有很多碎石，防止把脚刮伤。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玩法，就是在门口买票的时候找一个小黑，给他一点小费，他会全程带着你玩，还可以帮你拍出100万运镜。一套流程下来非常熟练，给你们放几个片段感受一下。一共给了200比索小费，人民币也就20多块钱，却买了我们一整天的快乐。我觉得这钱花得超值。第6站悬崖跳台，如果你上午在悬崖公园没玩尽兴，那这个悬崖跳台你一定要来。我们一致认为这里是整个西岛悬崖海景最美的地方。它的海水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蓝绿色调，果冻海、白沙滩、岩石悬崖组合在一起，景色非常丰富，随手拍不用修片都很好看。这里除了5米和8米的跳台，还有一个最高10米的跳台。虽然前面已经经过了8米树藤跳水的洗礼，但是当我走到10米跳台边缘往下看的时候，还是会腿脚发软啊。所以最后我只是很怂的拍了照片和视频。喜欢刺激的宝子可以替我们挑战一下。最后一站帕利顿海滩，这里可以说是公认的西岛最佳日落观赏点，建议在6点前赶到，这样你就可以收获一整片像是被打翻了调色盘的晚霞。一整天都在暴晒赶路，但到了这里，感觉节奏突然就慢了下来。我们静静地看着天空从湛蓝过渡到青红，再晕染上一层淡紫色，几道耶稣光从山后射出，晚霞原封不动地倒映在镜子一样的海面上，整个画面就好像一幅电影海报，为我们的西岛之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如果不是假期有限，我真想在这里多待几天。网上都在吐槽说这里没啥好吃的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我感觉主要还是得选对店。我们这一趟也打卡了好几家网红店，帮你避雷排坑。首先必须强推这家，韩国人开的，很火，需要提前在 ins 上预约。一进门就觉得装修审美在线，而且服务还不错。他家走的是融合菜路线，每一道摆盘都很漂亮饭，但绝对不是重看不重吃，本中国味觉得是盲点都不会失望的那种。我们点了虾油意面、椰蓉炸虾，还有一个芒果沙拉。强推这个虾油意面，我像是吃上了健身虾，虾肉饱满紧实，咬下去是 Q 弹的口感，意面裹着虾油，满嘴清香。果然在薄荷岛干饭还得看小韩。他家还有一个很加分的地方，就是自带一家设计小店，里面的插画和周边设计都是融合了薄荷岛当地的自然元素，审美非常在线。如果你也不喜欢千篇一律的旅游周边，那吃完饭一定要来逛一下。这家是菲律宾老牌连锁餐厅，如果想找一家出品稳定、选择多的本地菜，这家比较靠谱。烤鱿鱼是他们的招牌，端上来就能闻到炭火烟熏味。岛上的鱿鱼品质确实好，随便烤都很鲜嫩。不过菲式烧烤都是甜口的，这个也是刷的甜酱油。他家炸鸡也不错，比周丽碧的要 juicy 很多。蟹肉炒饭就比较一般了，没吃出什么蟹味，而且有点咸。这家晚上总是大排长龙，建议中午来人会少一点。这家也是走融合菜路线，但偏韩餐口味，优点是食材新鲜，分量大。我们点了海鲜拼盘、韩式意面和芒果肉卷，差点没吃完。海鲜拼盘偏辣，意面中规中矩，肉卷加了芒果，比较解腻清爽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他家饮品做的还不错，我们点了青桔冰沙和芒果啤酒，都很好喝，而且还有赠饮活动哦。这家烧烤在西岛，别看它是路边摊，用的是菲律宾很有代表性的炭烤做法，不同于刷甜酱油的流派，食材要提前用各种香料
青柠和醋腌过，然后再用炭火烤。我们是晚上骑摩托路过的时候，被这家烤肉的香气勾引过来的。他家环境是大排档简陋风，好品都是直接摆出来，主打一个所见即所得，烟火气十足。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烤鱿鱼和牛奶鱼啦，鱿鱼肚子里塞满了洋葱和酸黄瓜，一口下去，各种食材在嘴里交织碰撞，真的太满足了。来菲律宾一定要尝尝本地的牛奶鱼，肉质鲜嫩，柠檬和香料的味道都被腌入味了，新鲜又好吃。烤肉的香气还把汪汪队给吸引过来了，好多小狗围着看我们干饭，把我俩都给整挨了。我们这顿吃了1300比索左右，性价比很高。还有几家冰品店不错，开在去往阿罗纳海滩的路上，路过也可以尝尝。这家芒果冰用料扎实，而且菲律宾的芒果本身就有一股特殊的果香，混合椰奶一口下去，这才是海岛该有的夏天啊！路过这家的时候，瞬间被冰柜里五颜六色的冰棒吸引住了。他家冰棒都是用纯果肉做的，我们点了一个芒果和火龙果的双拼，真的能吃到大粒果肉。这家也是必打卡的，他家甜筒皮很特别，据说是木薯做的，咬起来很有韧劲。我们点了一个辣木叶和番荔枝，味道确实很特别，值得一试。最后聊聊纪念品和伴手礼，薄荷岛的文创确实比我预期的要好看很多。我们挑了3家给大家做个对比，这家是咖啡加伴手礼复合店，他家的纪念品设计感最好，冰箱贴、钥匙扣、手串项链，每一样拿在手里都不廉价，送人完全拿得出手。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，缺点是 SKU 比较少，我们去的晚，好多好看的款式已经被抢光了。这里买够一定金额还可以打折哦。如果需要大批量采购，那这家的价格是最便宜的，什么冰箱贴啊、眼镜猴玩偶啊、手工艺品、干果零食都有。缺点是整体的设计和做工比较廉价，需要精挑细选。没办法，毕竟价格摆在这儿。如果你没来得及买，或者想买的款式没货了，也不用担心，邦劳机场的纪念品店就是你的保底选项。这家品类应该是全岛最全的，而且设计跟质感跟 Trove 都在同一水准。我们在外面没买到的金沙手串和项链，就是在这里买到的，所以很惊喜的狂买了一波。但缺点就是贵，对比了一下，整体价格比外面贵50%左右。同样的冰箱贴，外面买100比索，这里可能要150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薄荷岛之旅的全部内容啦。这里是我们这次5天4晚的全包账单明细，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一键3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